陈辉这个家伙明明失败了，有何敬佩的？朱天心玉那位长期使问道。最终结果的确失败了，但是刚刚在那短暂的时间内，他却的确将那磅礴的奇力融入了自己的体内。此等奇力入体，不管是否最终将奇力控制在体内，只要能还在奇阵之内，就已是很了不起。而这个家伙却好像根本就没受到影响一般。陈辉说道。听得陈辉这样一说，人们倒也觉得有些道理，可对楚风的目光依旧充斥着鄙视。胜王败寇，他们不在乎过程，只在乎结果。而眼前的结果就是楚风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可最终却没有任何用。诸位听好了，现在开始站着别动。可谁曾想，就在此时，楚风忽然开口了。他这一开口，人们起初还有些不明白他的什么意思，但楚风却也根本不管众人是何想法，而是挺胸抬头，双臂张开，那个样子非常的嚣张，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一样。这个家伙是不是先前融合奇力失败，脑子受了刺激？看到这样的楚风，朱天心玉的小辈讽刺地嘲笑道。可忽然之间，这方大地再次颤动起来，没过多久，自大地之中便有道光芒体飞掠而出，向他们飞掠而去。天哪，那是不看不要紧，定目一看，人们皆是神色大变。那些光芒体来自这第一众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是盔甲，就是头盔，甚至是兵刃。最重要的是，其中蕴藏着极为强横的奇力，那是奇力至宝，是能够帮助他们提升奇力的宝贝。穿上这宝贝，奇力就会增强，并且这些宝贝只会增强奇力，对奇力的控制能力没有任何的负担。怎么这样？这些隐藏的至宝怎么忽然间出现了，而且还是如此数量？难道说和那个家伙有关？此时莫说是祖武星域的小辈，就连朱天星域的小辈也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忽然间的异象，再配上楚风此时的怪异举动，人们实在是无法不去把眼前的一幕去与楚风做个联想。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人们惊叹。要知道，无论是朱天星域的小辈，还是祖武星域的小辈，之前也曾尝试过寻找至宝，想要通过至宝来获取这远古武者期的优势，但是至宝实在太难找了，并且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导致双方都放弃了寻找至宝，而是直接自己摄取奇力，凭借自身的本事来分出胜负。也正因知道至宝难以寻找，人们此刻内心才会如此震撼，因为从眼前的数量来看，怕是这方世界的至宝都被这个楚风给挖掘了出来，这将是怎样的手段？别愣着了，快去抢！就在此时，朱天星域的长骑使大喝一声，他这一声响起之后，不仅仅是朱天星域的小辈，祖武星域的小辈也是反应过来。此一时，双方都是拔空而起，去抢夺那如流星一般向他们飞掠而来的至宝。然而这一抢不要紧，阵阵惨叫却是随之传来。朱天星域的许多小辈在触碰到至宝之后，不仅没有将那至宝控制下来，反而是被至宝的奇力所伤。这至宝伤人，反应过来的朱天星域小辈赶忙停止去抢夺至宝，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不对，可是很快他们又发现不对，尽管他们抢夺那至宝都被至宝所伤，可是祖武星域的小辈却并没有被至宝所伤。搞了半天，被至宝奇力所伤的只有他们朱天星域的小辈，并且那些至宝就宛如认主了一般，就算祖武星域的小辈们站立不动，那至宝也会强行落在他们的身上。此时祖武星域的那些小辈，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件至宝，甚至更有甚者，身上有3件甚至4件至宝。这是什么情况？见到这一幕，朱天星域的小辈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可实际上不仅是朱天星域的小辈懵逼了，就连祖武星域的小辈也懵逼了，因为就连祖武星域的小辈也知道，能够征服这些至宝，靠的并不是他们自身的本事，那些至宝就好像被人操控了一样，强行落到了他们身上。难道说是楚风？猛然间，在场的所有小辈都想到了一个可能，于是乎，所有目光齐刷刷的都投向了楚风。面对众人的目光，楚风的嘴角则是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我说了，有我楚风在，这众世界的对决稳赢。楚风说道。这一刻，莫说是祖武星域的小辈，就连朱天星域的小辈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个看着很能吹牛的家伙，还真的是一个怪物，还愣什么神？是时候找回场子了。楚风说道。对，该是我们表演的时候了。听得楚风这样一说，祖武星域的小辈们则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朱天星域的小辈。下一刻，他们便纷纷动手，或是手持兵刃直接冲过去，或是运用至宝发动远程攻势。朱天星域小辈在这一重世界，大部分人的势力其实都与祖武星域小辈差不多。眼下面对各个身负至宝的祖武星域小辈，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一个人除外，那便是陈辉。陈辉到底是能进入第3重世界的人，所以哪怕面对身负至宝的人，他不落下风。只是奈何他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他此时面对的是这么多身负至宝的人，这种情况下，就连他也是无力回天。祖武星域的小辈没有任何悬念地击溃了朱天星域的小辈。看着此时的局面，祖武星域的这些小辈内心非常的畅快，只是在此之前，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过能够获胜，居然是凭借楚风。楚风呢？回头观望，人们忽然发现，原本在那里站着的楚风竟然消失不见，想必他已经进入第2重世界了吧？妖族圣城那位长骑使说道。楚风到底是如何能够掌握如此手段的，居然将这些至宝全部挖掘出来，甚至还能操控？直至此时，祖武星域的小辈们皆是满面惊色，他们依旧沉浸在楚风所做出的壮举之中，震惊的同时却也想不通。我也不知道。妖族圣城的那位长骑使摇了摇头。事实上，不仅他想不通，就连旗阵外面能够清晰看到旗阵内所发生的一切的旁观者也都想不通。守剑大人，楚风他所用的到底是什么手段啊？旗阵之外
不解的众位小辈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守剑大人。第一众世界的人看不到第二重世界的情况，但是外面的这些人却是看得清楚。楚风的确已经进入了第二重世界，第二重世界的局面原本没和第一重世界一样，因为诸天星域将原本能够进入第三重世界的奇力高手留在了第二重世界，并且还留了2个，这导致祖武星域第二重世界的高手根本无法与诸天星域抗衡，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绝对的劣势。但是当楚风进入第二重世界之后，却瞬间扭转了战局，因为楚风做出了和第一重世界一样的事情。楚风先是从他的体内释放出了磅礴的奇力，随后第二重世界便开始大地塌陷，宛如末日降临，而后隐藏在地底深处的至宝则是纷纷出现，并且落在了祖武星域小辈的身上。第二重世界的至宝比第一重世界的至宝奇力要强横得多，所以在至宝的帮助下，此时原本陷入绝对劣势的祖武星域小辈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楚风再度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守剑大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奇之下，众小辈们再度问道。他们真的很想知道楚风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件事的。真不是老夫不说，其实就连老夫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除非有一种可能。守剑大人说道。什么可能？众人齐声问道。那就是楚风小友，他并非是第一次玩这远古武者棋。守剑大人说道。对啊，他一定不是第一次进入棋阵，否则他怎么能够如此的轻车熟路，简直比我们对这棋阵还要了解。妈的，搞了半天这个家伙是装新手，其实是一个顶尖的高手，无耻，简直太无耻了。诸天星域的小辈们气坏了，直到此时他们才反应过来，他们原来低估了楚风这么多。快看，楚风这个家伙要进入第三重世界了。忽然有人惊呼一声，而此时棋阵外的众人也是全部注意到楚风的身上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芒，他的确是要进入第三重世界了。此一时，诸天星域的小辈心中一紧，而祖武星域的小辈们则是满眼的期待，尤其是守剑大人那一双苍老的眼眸之中所散发的目光竟是如此的明亮，他的期待简直比那些小辈们还要浓郁的多。毕竟第三重世界与第一重和第二重不一样，在那里可是有着号称有史以来最强的棋力天才南宫一凡坐镇。虽然楚风的表现已经让人们叹为观止，可是南宫一凡的表现却丝毫不弱于楚风。因为战略原因，导致第三重世界上诸天星域的小辈只有8个人，而祖武星域则是有着12个人，人数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可是哪怕如此局势，南宫一凡却根本没有出手，他只是站在那里指挥他人。这样一来，诸天星域便是以7人之力对抗祖武星域的12人，可偏偏他们占据了优势，并且这优势仍在不断的扩大，而人们都知道这功劳乃是南宫一凡的。南宫一凡还未出手，已是锁定了胜局，他若是出手，谁能抗衡？这楚风可以吗？棋阵之内，第三重世界之中，8座宝地中的7座宝地皆已被诸天星域所占据。眼下，仙云、孔慈、龙明、孔田慧、无名雄魔、无名元志等人聚在一处，释放出一道极为强大的守护阵法，是在坚守着那唯一一座由他们所掌控的宝地。只不过情况并不乐观，因为诸天星域那7人的攻势非常凶猛，仙云等人已是大有难以支撑的架势。可恶，我们苦练这么久，最终居然以12对7，还被打成这个样子。此时无名元志一脸的不甘心，向来好胜的他被人逼到了这种局面，让他很难接受。你根本没有苦练好吧？苦练的是我们。孔慈则是对无名元志翻了翻白眼，那又有什么用？还不是被人逼成了这步田地。无名元志说道。怎么，这就开始内讧了吗？要不然干脆认输算了吧。孔慈姑娘、龙明姑娘、仙允姑娘，你们很优秀了，是这些祖武星域的男人们不行啊，要不然你们还是干脆来我们诸天星域吧。诸天星域那7人一边发动攻势，一边冷嘲热讽，他们根本就没有使出全力，他们觉得这样羞辱祖武星域的小辈更有乐趣，速战速决。可就在此时，南宫一凡的声音却忽然响起。听得此话，诸天星域的小辈皆是内心一紧，他们发现此时南宫一凡的声音不仅充满了不耐烦，并且还很凶。尽管南宫一凡一直都是一个冷漠的人，可是自从进入这棋阵之内，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南宫一凡的语气变得如此的不好，更何况又是他们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情况。而定目一看，他们才发现原来南宫一凡不仅是语气不好，此时南宫一凡的脸色更是阴沉的吓人，这可把他们吓坏了。一般南宫一凡露出这样的表情，便说明南宫一凡已经被激怒了。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招惹南宫一凡，更是没有人敢去违抗南宫一凡，所以他们开始布置阵法，施展全力向孔慈、仙云等人发动攻势，是要直接将他们击溃，让他们离开棋阵。尽管已经开始全力攻击，但其实诸天星域的小辈还是很不理解南宫一凡为何会忽然这般愤怒。仙云，要不然干脆放弃吧，我们顶不住了。此时一位妖族圣城的小辈说道。再坚持一下。仙云说道。仙云，就算再坚持也没有意义了，他们故意把原本奋战在第3重世界的人留在了第1重世界和第2重世界，现在那2重世界应该早就被他们占领了，就算我们占领了第3重世界也没用，更何况我们根本毫无机会。那南宫一凡还没出手，我们已是这般了。就连向来好胜的孔慈都是开口了，他不是退缩，也不是懦弱，而是他已经绝望了。在面对没有获胜可能的情况下，他也不想继续承受这种煎熬，而是选择认命。第1重世界、第2重世界现在是我们的，只要坚守住这第3重世界，我们就可获胜。仙允说道。哇，仙允，你确定吗？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看向了仙允。
我是指挥使，能接收到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长骑使传递出的信号。如今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不仅已经被我们占据，诸天星域的所有小辈都已经被驱逐出奇阵。仙允一脸凝重地说道：竟然是真的，那些家伙居然这么威武吗？对于仙允的话，人们信了，可正因为信了，却也感到震惊。毕竟在他们看来，留在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的都是很弱的人，平日里正常对决都难以胜过诸天星域的小辈，怎么这一次明明诸天星域那边有第三重世界的高手助阵，祖武星域这边反倒获胜了？是楚风？在众人不解之际，仙允忽然说道。而听得仙允这样一说，人们都是一愣，莫说祖武星域的小辈，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也是愣住了。仙允姑娘，你刚刚说什么？无名元志更是开口问道。是楚风公子，楚风公子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的战局，并且他现在正在前往第三重世界，我们坚持到他到来，说不定可以获胜。仙允说道。仙允妹妹，你这是认真的吗？我楚风兄弟，他可是一个新手啊。此时莫说旁人，就连孔田慧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虽然不知该如何解释，但楚风公子所展现出的手段的确非同寻常，他多半不是第一次进入这远古武者旗。仙允说道。哇，难道说那个家伙隐藏了实力？孔慈、龙明、无名元志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一凡，这是真的？如今我们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的人都被驱逐出去了，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南宫一凡。慌什么？击溃他们，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我们还可以夺回来。南宫一凡冷冷地说道。尽管他此时根本没有惧色，但是他的这些话却也告诉了人们答案。仙允说的的确是真的，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的确已经占据了优势，而扭转战局的人正是楚风。妈的，真是没想到那个家伙隐藏得这么深。无名元志大骂一声，尽管说的是脏话，可是他的脸上却挂满了兴奋和喜悦的笑容。不只是他，此时祖武星域在场的12个人都是非常的激动，同时脸上还挂满了期待。他们真的想看看楚风到底有着怎样的本事，他的奇力究竟有多惊人。不仅第三重世界在等待着楚风，旗阵之外的人更是在等待着楚风的降临。而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楚风也终于是出现在了第三重世界之中。我擦，楚风兄弟，你还真的进来了！看到楚风，孔田慧变得格外兴奋，不仅仅是孔田慧，其他人的脸上也满是笑容。倘若之前还有一丝怀疑楚风的能力，那当他们真的看到楚风出现在此处后，内心的那一丝疑虑便消失了。楚风他绝对是一位奇力高手，否则一个新人不可能进入第三重世界。楚风笑着对孔田慧摆了摆手，随后便将目光投向了诸天星域的小辈们。抱歉，我来晚了。楚风说道。这个家伙什么意思？诸天星域的小辈面面相窥，一脸不解。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来的时候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但既然我来了，那从现在开始，这方天地之内是我祖武星域的主场。楚风说道。妈的，谁给你的勇气？听得此话，诸天星域的小辈大怒，7个人一同动身向楚风飞掠而来。然而那7人还未靠近楚风，便被一股劲风给吹得倒飞而去。是楚风。楚风体内释放出了磅礴的奇力，如飓风一般横扫开来，将诸天星域的小辈掀发而去。好强的奇力！无名元志等人并不知道楚风的本事，如今亲眼看到楚风体内释放出如此磅礴的奇力，都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就连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强大的奇力。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摇晃起来。与此同时，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大地开始裂开，滚滚浓烟冲天起。最重要的是，这个情况遍布整个世界，一眼望去，狼烟四起，宛如大地就要塌陷一样。怎么回事？见此一幕，就连无名元志等人也是有些慌了。别慌，是楚风。仙允说道。什么？楚风？对于仙允此话，孔慈、龙明、孔田慧、无名元志等人都是为之一愣，在他们的脸上写着茫然不解4个字。就在下一刻，一道道金光璀璨的物体便自那裂开的地底之中飞掠而出，向孔田慧等人飞掠而来。那自然是隐藏在这方世界的奇力至宝。见到奇力至宝，诸天星域的小辈除了南宫一凡之外，全部动身想要去抢夺，结果却发生了与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相同的一幕。他们靠近奇力至宝之后，便被奇力至宝强大的力量所推开，甚至还有人因此负伤。而后那些至宝便在他们乃无法理解的目光下，自行来到了祖武星域的小辈身前，主动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因为至宝数量太多，祖武星域的小辈平均每个人的身上都有7、8件至宝，尤其是孔田慧这个家伙身上竟然有10件至宝。头戴钢盔，身披铠甲，脚踏风火轮，左手一把巨斧，右手一把长枪。最过分的是，他的腰间别着一个长剑，身后则是背着2把大刀，而这些全部都是奇力至宝。奇力至宝越多，奇力则越强，所以此时的孔田慧竟然是这些人中奇力最强的。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可是奇力最弱的呀！我擦，仙羽妹妹，难道说这都是我楚风兄弟做的？孔田慧张着大嘴问道。与其问我，为何不直接问楚风公子？仙允笑着说道。下一刻，人们便全部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怎么样，这些至宝还合身吗？楚风笑嘻嘻地问道。而他这个回答已经是告诉了人们他这个答案。猛然间，孔田慧、孔慈、龙明这3人同时飞向了楚风。我擦，我的楚风兄弟，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孔田慧问道。楚风哥哥，你也太厉害了吧，你简直是我的偶像。龙明的一双大眼睛中则是闪烁着无数个小星星，而孔慈则是狠狠地拍了楚风的肩膀一下，笑道。可以啊，楚风，我真是小瞧你了。
想不到你隐藏得这么深。一时之间，众人对楚风夸赞不断，那个喜悦的气氛根本就不像是在两军交战，就好像已经忘记了他们还在旗阵之内对决一般。怎么，你们是觉得你们赢定了？忽然，一道充斥着冷漠的声音响起。听得此话，原本满面笑容的孔慈等人脸色瞬间凝固，将目光投向了后方，因为那句话乃是南宫一凡所说的，并且自从进入此处后便未曾动过的南宫一凡，此刻正一步一步向祖武星域小辈所在的方向走来。见此情形，孔慈等人顿时眉头紧皱。尽管他们如今有奇力至宝在身，皆是奇力大增，可是看着那一脸自信的南宫一凡，他们的心中却是忽然没了底气。噩梦，的确是噩梦。在这旗阵之内，南宫一凡是公认的王者，是祖武星域小辈无法越过的屏障，也因此南宫一凡在孔慈、龙宁、仙云、孔田慧，甚至是无名元志等人的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至少在这旗阵内是如此。操控奇力至宝乃奇法破万军的最强手段，想不到你居然掌握了，应该花费了不少功夫吧？南宫一凡对楚风说道。什么？奇法破万军？奇法破万军不是阵法七谱吗？怎么能够操纵奇力至宝的？而对于南宫一凡这番话，莫说孔慈等人惊讶，旗阵外的众人同样很是惊讶，就连守剑大人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因为在此之前，人们都不知道楚风为何能够操控那些奇力至宝，就连守剑大人也不知道。但是这南宫一凡却是给出了答案。看来你也钻研过那本七谱。楚风说道。看过，只是对于这种手段不屑一顾罢了。身为难度最高的奇谱，其终极手段不是排兵布阵，也不是掌握奇力，而是操控奇力至宝。依我看来，这便是旁门左道。此等奇谱，我不屑悉之。南宫一凡说道。而听到这里，人们明白了，原来楚风所使用的手段的确是奇法破万军那个奇谱中的手段。那奇谱人们也看过，但因为太难，所以大家都没弄出个所以然。直至此时，听到了南宫一凡的话后，大家才明白，原来奇法破万军的终极手段就是可以操控奇力至宝。想一想，这还真的是一个奇招。但同时人们也是对南宫一凡感到敬佩。从南宫一凡这么说，就可以看得出来，南宫一凡不是看不起法破万军那个奇谱，而更像是如他所言，他是不屑于用这种手段获胜，所以他才去钻研了另一个奇谱。旁门左道吗？而对于南宫一凡的讽刺，楚风则是笑了笑，他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将目光锁定在南宫一凡的身上道：那不如让我看看你这不是旁门左道的手段到底如何？可好？对于楚风的宣战，南宫一凡的嘴角也是不由得上翘，他居然笑了。人们可是很少见他笑，但他此时的笑容却是让孔慈等人毛骨悚然，极为的不安。楚风，别激怒他啊，这个家伙有多恐怖，你还不了解？但是我们知道啊，哪怕有这些至宝在身上，我心中也没底啊。孔慈小声对楚风说道。这个丫头身上一直以来都有一股嚣张跋扈、天不怕地不怕的劲，此时居然这般，看来南宫一凡带给他的阴影还真不是假的。放心，有我呢。而楚风对孔慈眨了眨眼，示意他放心。那你……孔慈小嘴一咧，那个小表情明显是对楚风不太信任，倒也不是他看不起楚风。事到如今，他已经知道楚风的厉害，毕竟身上的奇力至宝可都是楚风给的。但是刚刚南宫一凡也说了，奇法破万军的最终手段便是操控至宝，楚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南宫一凡也看透了这一点。而如此之下，南宫一凡还如此有恃无恐，自信满满，再加上南宫一凡从来都不是虚张声势的人，这让孔慈越来越没底。忽然，南宫一凡双手握起，紧接着奇力释放而出，奇力肉眼可见，在他身后盘旋。当奇力散去之后，在他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黑洞，落在了地表之上。莫非那是逆转之门？是进入第二众世界的结界门？看到那个黑洞，旗阵之外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守剑大人，因为他们都知道，第一重世界可以进入第二重世界，第二重世界也可以进入第三重世界。但当进入了第三重世界之后，第三重世界的人便无法再回到第二重世界，同理，第二重世界的人也无法回到第一重世界，除非有人能够开启逆转之门。但想开启逆转之门，不仅对奇力的要求非常之高，也需要掌握运转奇力的手段，就如同修炼武技一般困难，根本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事。而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人们在旗阵之外可以清晰的看到，不仅仅在第三重世界出现了这样的结界门，在第二重世界同样出现了这样的结界门。这也就是说，南宫一凡他同时开启了两个世界的结界门。倘若说这真的是逆转之门，那南宫一凡的奇力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的确是逆转之门，南宫一凡小友可以打破规则，强行进入旗阵之内，开启逆转之门，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守剑大人给了人们答案，而他这个答案则是让旗阵外的人明白，相比于开启逆转之门来说，强行进入旗阵之内才是真正的难。所以眼下开启逆转之门根本就无法展现南宫一凡的实力，这对他来说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南宫一凡真正的实力人们还不知道，真想看看一凡在旗阵之内施展全力会是怎样的场面。对，让那个楚风猖狂，还说什么只要他进入了第三重世界，那第三重世界就是他的主场。我特么见过吹牛比的，没见过这么能吹的，真想看看一凡狠狠地教训他一番。诸天星域那边的小辈纷纷说道，尤其是那些进入了旗阵又被强行给打出来的小辈，他们对楚风充满了怨恨，只是奈何他们又不是楚风的对手，便只有将自己的复仇心理寄托给南宫一凡了。南宫一凡小友对奇力的掌控要在老夫之上，他的真正实力老夫也想看一看，只是奈何一直没有机会。不过今日也许是个机会。守剑大人满眼的期待。守剑大人，难道您的意思是说
楚风他有能力，逼得南宫一凡使出全力。祖武星域这边的小辈问这话的时候很没底气，南宫一凡太强，哪怕楚风的表现已是如此逆天，可他们仍然很担心。说来惭愧，这两位小友皆是难得的奇力天才，他们二人的奇力都在老夫之上，所以老夫与你们一样无法推断。至于结果如何，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守剑大人笑眯眯地说道。听得此话，众人也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棋盘之内，尽管内心充满期待与不安的情绪，想要立刻见个分晓，可他们却也知道，他们所期待的即将上演。楚风与南宫一凡究竟孰强孰弱，很快就将见分晓。还愣着做什么？你们还不动身？下去把第一重世界和第二重世界夺回来。剑开启了逆转之门，那身后的7人却没有动作。南宫一凡很不耐烦地说道。一凡，我们都下去吗？其中一位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自然是不放心南宫一凡。尽管南宫一凡的实力很强，可到底强到什么地步，他们并不知道。至少让南宫一凡一个人面对楚风这些人，他们仍有些不放心。全都下去吧，这里我一人足矣。南宫一凡说道。听得此话，众人皆是内心一紧，尤其是祖武星域这边，狂妄，这是何等的狂妄！在明知道楚风将奇法破万钧，这棋谱钻研到极致后，再看到孔慈、仙云等人得到那么多至宝之后，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不是狂妄，这是什么？这是绝对的狂妄，狂妄到哪怕楚风等人都已展现实力，可南宫一凡却依旧不将楚风等人放在眼中。可偏偏面对这样狂妄的南宫一凡，人们又不能说什么，毕竟人们都知道南宫一凡他的确有狂妄的资本。至今为止，人们还不知道在这棋阵之内，南宫一凡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强。好，一凡，你自己小心。看着南宫一凡如此自信，诸天星域的小辈也不犹豫，身形一纵，便向那逆转之门跳了过去。一时之间，7道身影同时掠起，踏踏踏。只是当他们7个人落地之后，却是一脸的错愕。不仅他们7人错愕，孔慈等人也是一脸的惊讶。猛然间，南宫一凡也是回过头去，看到身后的一幕，就连他的眉头也是皱了起来，眼中涌现出了惊讶。原来当诸天星域那7人落地之后，他们依旧是在这第3重世界，他们所站立的位置正是那逆转之门所在的位置，只不过那逆转之门却不见了，逆转之门被关闭了。一凡，这是在做什么？诸天星域的一位小辈看向南宫一凡，不只是他，其他人也是看向南宫一凡，他们都觉得是南宫一凡关闭了逆转之门。不是我，南宫一凡说道。不是你。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不解，不是南宫一凡，那这逆转之门还有谁能关闭？是你。猛然间，南宫一凡以及诸天星域的小辈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见状，祖武星域的小辈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面对众人那渴望答案的目光，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道：我说过，现在这里是我祖武星域的主场，而既是我祖武星域的主场，又岂能任由你们诸天星域的人说来就来，说走便走？天哪，竟真的是楚风，好厉害！想不到他竟也可以操控逆转之门。此一时，人们得以确定，那关闭逆转之门的的确是楚风，这让人们忽然对楚风的实力有了一些期待。毕竟，相比于开启逆转之门，强制关闭他人所开启的逆转之门，这所需要的手段绝对是更难的。当确定这的确是楚风所为之后，南宫一凡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毕竟自己开启的逆转之门被楚风所关闭，而自己却毫不知情，这让他觉得有些丢人。至少在这棋阵之内，还从来没有人让他吃这样的亏。楚风倒是低估你了，但你真的以为这样的你能够胜得过我吗？忽然，南宫一凡大吼一声，紧接着他的体内便释放出磅礴的奇力，奇力如飓风横扫而去，威力极强。莫说这方世界的烟尘四起，万物摧毁，就连身带至宝的孔慈等人，在这飓风面前也是毫无抵挡之力，直接被那飓风吹飞开来。他们就如同落叶一般，只能随波逐流，任凭那飓风将他们向远方推去。这是何等奇力！见此一幕，莫说旁人，就连守剑大人都是满面惊色，因为此时南宫一凡所释放出的奇力，当真是恐怖至极，甚至可以说他的奇力可以顷刻之间将第3重世界毁灭，让第3重世界化作人间地狱。可恶，这个家伙还是人吗？怪物，这个家伙绝对是怪物。搞了半天，我们的对手竟是这样一个怪物吗？那还怎么对弈？干脆取消这远古武者棋的对弈算了，这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这棋盘对弈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此时，孔慈等人已被吹到了第3重世界的边缘，若不是那屏障，他们怕是会被直接吹出这第3重世界。好在有至宝在身，他们并未受太大的伤，可面临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既愤怒又绝望。愤怒的是被南宫一凡如此戏弄，他们却毫无办法；而绝望的是南宫一凡如此强大，怕是他们再如何努力也是无法与南宫一凡抗衡，所以他们才生出了取消这远古武者棋对弈的想法。太可怕了，的确是太可怕了。此时，莫说祖武星域的小辈，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也是忍不住发出了恐惧的赞叹，就连他们都被南宫一凡的奇力所惊吓到了。可谁曾想，在那第3重世界之中，竟又有一股庞大的奇力释放而出，这股奇力似乎更为强大，因为当它出现之后，竟然扭转局势，竟然硬生生的将南宫一凡那席卷天地的奇力给抵消开来。楚风，是楚风。而此时人们也能够看到，那忽然出现的庞大奇力正是自楚风的体内释放而出，是楚风抵消了南宫一凡的奇力。你怎么会拥有此等奇力？此时莫说旁人，就连不可一世的南宫一凡也是神色大变。一直以来他都是自信满满，不将任何人放在眼中，但此刻他的脸上却出现了变化，在他的眼眸之中
出现了一抹慌乱。南宫一凡，奇法破万钧这本棋谱，你怕是没有看透。因为奇法破万钧的初级奥义是布阵，那其实是迷惑人用的，那阵法根本就没用，甚至还远不如其他棋谱的阵法。所以很多人都被这初级奥义所迷惑，误以为奇法破万钧是一本无用的棋谱，却不知那只是奇法破万钧让人知难而退的手段，而终极奥义才真正的开始承载起奇法破万钧这本棋谱的精髓，那便是可运用奇力操控至宝，让天地间的至宝为自己所用。你的确与常人不同，奇力造诣很强，因为你发现了终极奥义，但那只是奇法破万钧的终极奥义，却并不是奇法破万钧的最终奥义。而奇法破万钧的最终奥义，则是让天地间的奇力都为自己所用。我知道你所钻研的那个棋谱也有破坏规则、掌控奇力的手段，所以你能做到常人所做不到的事，在这棋阵之内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但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所掌握的手段我都已经掌握，并且我所掌握的远在你之上。这也是为何奇法破万钧是难度最高的棋谱，而你所钻研的那本不过是终极水平的区别。楚风说道：原来奇法破万钧的终极奥义也是掌握奇力，并且还是掌握天地间的全部奇力吗？那岂不是说这楚风的奇力还要在南宫一凡之上？听得楚风一番话后，诸天星域的小辈也都是被楚风所吓到了。在这一刻，原本自信满满的他们都开始害怕，他们害怕输，害怕失败，比任何人都要害怕。经常失败的人并不害怕失败，因为他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只胜不败的人却是无法接受失败，因为假如失败了，他会觉得那是他一生的污点，会让他无法抬起头来做人，会让他的人生变得不再完美。所以此时诸天星域的小辈们真的害怕极了，他们害怕自己的不败神话葬送在楚风的手中。少放狗屁！你修炼的乃是旁门左道，而我修炼的才是奇力正统。我现在就让你知道真正的奇力到底具备着怎样的力量。话到此处，南宫一凡已是双掌合并，紧接着天地开始剧烈颤动，大地开始崩裂，就连虚空都开始碎裂。而此时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肉眼可见的奇力如同火山喷发一般自南宫一凡的体内喷发而出，直冲天际。很快那奇力竟然化作一只巨龙，此巨龙之大长达数万米，太强了，实在是太强了。看着那翱翔在天地的巨龙，人们的汗毛都是随之竖立，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想一想，他们在那奇阵之内连奇力外放都可以称得上是强大的手段，而此时南宫一凡却是凝聚出了如此强大的奇力巨龙。若与南宫一凡相比，他们奇力的差距简直就是溪流与大海的差别。这便是你的奇力。忽然楚风的声音响起，只不过当楚风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却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傲慢，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的惧怕，甚至人们能够看到楚风的双腿在发软，他居然吓得连站都站不稳了。楚风感受到了吗？真正的奇力到底是怎样的力量？见楚风满面惊恐，南宫一凡越发得意，甚至在他的嘴角还不由自主地扬起了一抹笑容。感受到了，你这奇力的确不凡，他是吸收了这个世界1/10的奇力。楚风说话的时候连声音都在颤抖，哈哈，真是想不到这楚风也有今天。刚刚那嚣张劲呢，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他的主场吗？不是说他掌握了奇法破万钧的最终奥义吗？现在怎么连说话都颤抖了？其实实话实说，这楚风道也是有2把刷子，奈何他的对手是南宫一凡啊，就宛如饿狼遇到猛虎，就算他再强，却也只能认栽了。尽管早就知道南宫一凡厉害，可却没有想到一凡他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这楚风输的不冤，他输的不冤。此时诸天星域的小辈们兴奋的不得了，甚至许多人都开始开口羞辱楚风。闭嘴！你们有什么资格羞辱楚风？你们哪个如他？而此时祖武星域的小辈则是有人怒吼起来，他们已经看不下去了。起初他们对楚风也非常的厌恶，可是事到如今，他们却是看得清楚，如今奇阵能有如此局面，全是依仗着楚风。尽管他们此时仍然对楚风有些不爽，可是他们无法再容许诸天星域的人那样羞辱楚风，因为不管是输是赢，都是楚风给了他们希望，都是楚风支撑到了这一步。怎么说几句你们就不高兴了？楚风的确厉害，但是又能怎么样呢？他能胜得过我们南宫一凡吗？他就算再厉害，可是与我们的南宫一凡相比，却也只是一个废物。你们还真以为你们祖武星域这一次出现了一个楚风，就能胜过我们诸天星域了？哦，刚刚的你们也许真的是觉得你们赢了吧？真是难为你们了。想一想，还真是对不起你们。好不容易看到了获胜的曙光，却被一凡浇灭了。一凡确实有些过分，不过没办法，其实你们也清楚，说是小辈间的切磋，但实际上却是2个星域的对决，所以就算你们再可怜，我们也绝对不会放水。你不用看不惯我们，要怪就怪你们技不如人，要怪就怪你们祖武星域都是无能之辈。诸天星域的小辈们嘴脸丑恶，毫不收敛的对祖武星域的小辈进行羞辱。你们怕是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盘？此时祖武星域的小辈们也都彻底被激怒了，他们不仅咬牙切齿，目露凶光，有些脾气暴躁的更是释放出了自己的威压。来啊，怕你们不成？奇阵之内你们不行，奇阵之外你们更是不行。而诸天星域的小辈们也是不甘示弱，同样纷纷释放出自己的武力，大有要与祖武星域的小辈们一决高下的打算。全都给老夫安静！忽然一声怒喝响起，不仅怒喝响起，一股强大的威压更是释放而出，将所有小辈的威压给硬生生的压制了下去。因为那乃是尊者巅峰的威压。是手剑大人，我不管你们来自何地，不管你们身后有何势力，但请给老夫记住，这里乃是神兵山庄，你们在外面怎么做人，如何做事，老夫都不会管，但是在这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若是有谁在妨碍老夫看棋，就休怪老夫不客气。守剑大人剑眉倒竖，声音如雷，每一个字都如同一把巨锤，震荡人心。可以说，他的这一番话把所有小辈都震慑住了。所以此时那些原本愤怒的小辈们全都安静了下来。至于守剑大人，他在说完这番话后，则是继续将目光投向了棋阵之内。见此情形，众小辈们也都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棋阵之内。虽然大局已定，可胜负未分，接下来的一幕其实也是众小辈所不想错过的。楚风现在认输已经晚了，感受真正的力量吧。南宫一凡话落之际，便龙吼阵阵，那奇力巨龙开始向楚风冲撞而去。见此一幕，祖武星域的许多小辈都是闭上了眼睛，就连龙明这样的天才都是闭上了眼睛，他们不敢看了，因为他们知道这道攻势之后，他们祖武星域就将彻底失败，再也没有人能与南宫一凡抗衡。然而当那奇力巨龙动身之后，身体竟然开始碎裂，先是犄角断了，随后龙爪竟也断裂。对此一幕，南宫一凡很是不解，但他却来不及想太多，而是继续催动那奇力巨龙向楚风攻去，因为他很明白这奇力巨龙的威力非常之大，换做其他攻势，哪怕将人肉身摧毁，可也只是棋阵之内摧毁，离开棋阵回到外面的世界后，不仅肉身安阳无恙，整个人都不会有一丝伤势。但这也奇力巨龙不同，若是被这奇力巨龙击中，楚风不仅在这棋阵之内会肉身碎裂，就算离开棋阵，楚风也会负伤。这也是为何在楚风表露出恐惧之后，南宫一凡还要执意对楚风发动攻势的原因。只是那奇力巨龙碎裂的速度越来越快，起初只是龙身断裂，到了后来干脆开始肉身碎裂，而在距离楚风不足1000米之处，更是彻底碎裂，巨大的龙神化作漫天灰尘飘散而去。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此时莫说旁人一脸错愕，就连南宫一凡自己也是一脸的惊愕。南宫一凡，看来我感受到了你的奇力，你还没有感受到我的奇力。可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定目一看，此时的楚风不仅脸上的惧意消失不见，他的脸上还挂着一抹坏笑。什么意思？南宫一凡心中一沉，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恐惧。而对于南宫一凡的话，楚风并没有回答，反而是嘴角的冷笑变得更较浓郁。下一刻，在这方世界的天地间，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吼，那声怒吼可以是说从天地各处每个角落同时传来，而紧接着人们能够看到肉眼可见的奇力开始在整个世界翻滚，就大海一般充斥了整个世界。不仅仅是第3重世界，就连第2重世界和第1重世界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情况？此一时，棋阵之外的人也是一脸错愕，不解之余将目光投向了守剑大人。而这一看不要紧，原本就不知所措的人们脸色则是变得更加复杂。他们惊愕地发现，就连守剑大人的脸上竟也是布满了惊骇之色。厉害，太厉害了！老夫此生还是第一次看见如此厉害的人物。守剑大人发出惊叹。守剑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棋阵之内会有如此变化？众人齐声问道。感受到了吗？而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则是在棋阵之内响起。不可能，这不可能！南宫一凡连连摇头，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却并不愿意承认他所意识到的事。你虽然掌握了天地间极强的棋力，的确令人赞叹，不过可惜，这整个棋阵内的棋力全都为我所控，就连你所掌握的棋力也由我掌控。楚风说道。什么？全部由他掌控？扯淡的吧，一定是在扯淡。这个楚风是在扯淡。守剑大人，您说这个楚风他是不是在说胡话？棋阵之外的人们乱了套，他们全都与南宫一凡一样，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守剑大人，想要守剑大人来否定楚风所说的事情。而对于诸天星域小辈的问题，守剑大人却根本就没有理会。此时他那双原本苍老的眼眸却宛如放光一般，紧紧地凝视着棋阵之内的一切。他已经深深地被棋阵所吸引，不愿意将目光从棋阵移开，哪怕一瞬间也不愿意。所以他不是没有听到诸天星域小辈的问题，而是根本不愿意理会。楚风，你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旁门左道？明明刚刚的你已被南宫一凡的棋力所震慑到，为何现在又说自己可以掌控天地间的全部棋力？诸天星域的一位小辈问道。而他这一句话其实也是许多人想问的。是啊，刚刚楚风明明被南宫一凡吓得双腿发软，声音都颤抖了，怎么这么快就又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了？哈哈，你们真是可爱。南宫一凡施展全力，我给他一个面子，给你们一点面子，配合性的做出一点紧张的样子，有什么错吗？楚风笑嘻嘻的问道。什么？他是故意的？他竟然故意的？众人听得此话，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居然故意装弱。我擦！我说哥，你这朋友好无耻，比你还无耻。孔慈对孔田慧说道。我喜欢他的无耻。无名元志说道。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张大了嘴巴。毕竟无名元志先前可是要暴揍楚风一顿的人，可是再看无名元志此刻的表情，那个目光，怕是要爱上楚风了吧？可恶，这楚风竟然敢戏耍我们的一凡。而相比于祖武星域的幸灾乐祸，诸天星域的小辈则是气得咬牙切齿。同时再看向棋阵之内的南宫一凡，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心疼。南宫一凡乃天之骄子，何时遭受过此等羞辱？忽然棋阵之内一声怒吼响起，是南宫一凡。南宫一凡的体内再度释放出磅礴的棋力，很快又一条棋力巨龙凝聚而成。而此时这条棋力巨龙竟比先前那条还要巨大。然而只见楚风大袖一挥，那棋力巨龙竟然瞬息瓦解，如灰尘一般四散开来。南宫一凡怒目瞪圆，将那充满杀意的目光投向了楚风。那个目光绝对不只是要杀死楚风这么简单，恨不得将楚风碎尸万段。但是
看来楚风一眼后，南宫一凡却又将目光收了回去。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举动，他竟然再度释放出奇力，再度凝聚成巨龙。看来你还是没有感受到，既然如此，我就让你真切的感受到吧。楚风说完此话，便张开手掌对准了南宫一凡。而此时人们能够看到，在南宫一凡的体内，肉眼可见的奇力开始如潮水一般向外涌去，那奔腾的方向正是楚风。那奇力正在顺着楚风所制定的轨迹进入楚风的手掌之中。楚风他竟然在吸收南宫一凡的奇力，不可能，这不可能！该死，你这畜生真是该死！南宫一凡愤怒不已，他一边怒吼，一边疯狂地跑向楚风。可是随着奇力的流逝，他整个人也开始变得虚弱，到的最后，他竟然连奔跑的力气都没有了，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这一刻，朱天心域的所有小辈都是面若呆鸡，他们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幕。向来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南宫一凡，此刻竟然趴在了地上，那是何等的无力！明明他已经那般强横，在奇阵之内无所不能，可却还是无法与楚风抗衡，太厉害了吧！这哪里还是奇力这么简单，简直就是神啊！我楚风兄弟，他简直就是主宰了这奇阵的神啊！孔田会大声喊道：“的确厉害，本来以为是个怪物，没有想到他竟然已经超出了怪物的界限。这样的手段，还真就如孔田会所说一样，神的确是神，至少在这奇阵之内，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没有人能与他抗衡。哪怕是南宫一凡，在他的面前，也只是如同蝼蚁。”此时，无名元志也是被楚风所彻底征服，兴奋地大喊起来，甚至毫不吝啬地夸赞楚风。事实上，不只是他和孔田会激动，奇阵之内的孔慈、仙云、龙宁、无名熊魔等人都是激动不已。虽是同辈，但看向楚风时，他们的眼中竟涌现出了敬佩之色。而奇阵之外，那些来自祖武龙城、妖族圣城以及神体王城的小辈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已不是敬佩，而是满满的崇拜。可是诸天星域的小辈们，此时的脸色可就不好看了。先前还满脸得意，不停地吹嘘自己、羞辱他人的他们，此刻就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般，一个个不仅鸦雀无声，更是萎靡不振。败了，这绝对是败了。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也无法接受，可事实就是摆在面前，由不得他们选择。结束了。忽然，楚风大袖一挥，一股力量便横扫奇阵。下一刻，原本在奇阵之内的南宫一凡等小辈，全部都从奇阵之内来到了外面。落地的时候，南宫一凡居然还是趴着的。幸亏诸天星域的小辈反应及时，将南宫一凡搀扶住了，否则这位绝世奇才，当今诸天星域的最强天才，将会趴在地上丢尽脸面。紧接着，楚风等人也是从奇阵之内同时出来，他们没有去占领那宝地，因为胜负已定，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非去占领第三重世界的宝地了。哗啦啦啦！而当楚风等人离开奇阵之后，祖武星域的小辈们一拥而上，将楚风等人围得水泄不通。楚风，你也太厉害了，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强，就连那南宫一凡在你面前也是毫无反抗之力啊！楚风兄弟，你隐藏的实在太深了，之前居然还装菜鸟，而我们都信了，你太不厚道了，真的是太不厚道了。不过你这种不厚道的做法，我喜欢，我非常的喜欢，实在太惊喜了。若不是你一开始就隐藏实力，我们的内心也不可能经历如此激荡人心的起伏，过瘾啊！对对对，太爽了，今天总算是找回了场子。看看诸天星域那些家伙此时的模样，我心里就是大爽啊！众小辈被楚风夸赞不断，先前还鄙视楚风的他们，此刻俨然已经把楚风当作了是他们的英雄。你们别夸我，再夸我，我都脸红了。楚风笑嘻嘻地说道：“你还会脸红吗？我看你的脸皮比我哥还厚呢。”孔慈冲楚风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但是紧接着又说道：“不过说真的，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如此厉害的？该不会从小泡在远古武者旗之内吧？我说了，你可能不信，这真是我第一次进入奇阵之内，也是第一次接触远古武者旗。”楚风说道：“楚风哥哥，你的意思是说，你今天第一次了解远古武者旗，第一次看奇法破万军的棋谱，然后就领悟了奇法破万军的最终奥义，并且第一次施展就完美的实现了？”龙宁眨巴着大眼睛问道：“对啊。”楚风点了点头。楚风哥哥，你猜你说的话，我信吗？龙宁眨巴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楚风，我猜你信。楚风说道：“我不信。”哈哈哈！龙宁哈哈大笑，随后对孔慈问道：“孔慈姐姐，你信吗？”我当然不信，这个家伙比我哥还能撒谎，鬼才信他。孔慈说道：“仙云姐姐，你信吗？”随后龙宁又看向仙允，而仙允面带甜美笑容，却也是温柔的摇了摇头：“我信，我信。楚风兄弟，我信。”孔田慧一脸认真的说道：“还说孔兄信任我啊！”可就当楚风一脸感激，甚至想给孔田慧一个拥抱的时候，孔田慧却是再度开口：“我信你个大头鬼哦！楚风，你这家伙真是隐藏的深，你骗他们也就算了，居然连我都骗。不过你的我好爽啊！”无名熊魔，今天你爽不爽？孔田慧对无名熊魔问道。爽。无名熊魔笑着点了点头。无名元志，你爽不爽？孔田慧又看向无名元志，相比于内敛的无名熊魔，无名元志的表达可就更加豪放。爽。他这一道长啸比惊雷还要刺耳数倍，震荡的虚空都是剧烈颤动。而本就压抑的诸天星域小辈，此时看着身旁兴高采烈，就像过年一样的祖武星域小辈，一个个的气得双拳紧握，青筋暴起。楚风！忽然一声怒吼响起，那声音太过刺耳，使得许多小辈都是赶忙捂住耳朵，面露痛苦之色。是南宫一凡，这声怒吼乃是来自南宫一凡。南宫兄，有事？听得南宫一凡的怒吼后，楚风也是从人群之中走出，对南宫一凡问道：“楚风公子，奇力惊人，我南宫一凡佩服，
但下棋终究是小把戏，棋阵之内再利奥的也是枉然。你我皆是修武者，武力才是我辈追求之根本。而楚风公子既棋力利奥的，武力必然也是惊人。我南宫一凡想要领教一番。话罢，南宫一凡脚步一踏，人动如龙，直奔楚风而去。他这哪里是要与楚风切磋这么简单？这分明就是要强行与楚风交手。南宫一凡自从他出现在神兵山庄开始，无名元志、孔慈等多位小辈都曾挑战过南宫一凡，大家都想领教一下诸天星域最强小辈的实力，奈何无一例外，他们全都遭到了南宫一凡的无视。南宫一凡的高傲冷漠、目中无人，深深地烙印在了众小辈的心中。在今日之前，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在这祖武星域之中，除了灵狐鸿飞之外，还有哪个小辈能让南宫一凡主动出手？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原来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人不仅可以逼得南宫一凡主动出手，更是可以将南宫一凡气得发疯。这个人便是楚风。人们都看得出来，南宫一凡之所以忽然出手，可不是想要与楚风切磋这么简单，而是在棋阵之内被楚风弄得颜面扫地后，想要对楚风进行报复。所以当南宫一凡出手的那一刻，守剑大人的目光忽然变得冷冽起来。他自然不会任由南宫一凡在此处放肆，更不可能让南宫一凡伤到楚风。只不过很快他的目光又有所变化，最终他并没有出手。原来有一道身影忽然自人群飞掠而出，不仅超越了楚风，更是直奔南宫一凡而去。是无名元志。此时的无名元志直奔南宫一凡而去，单手握拳轰向了南宫一凡。而面对无名元志的迎面一拳，南宫一凡毫无闪躲之意，同样一拳轰出，双拳碰撞，涟漪荡起。明明是血肉之躯，却发出了比钢铁交织还要刺耳数倍的声响。二者皆是二品尊者。这一拳之后，南宫一凡原地落下，可是无名元志却是倒飞而去，落地之后也是倒退数步才稳住身形。见此一幕，许多小辈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心中也是涌现出了不安之感。无名元志可不是寻常之辈，这可是祖武星域最顶尖的天才之一。可是，在同等修为之下，这一拳的碰撞却让无名元志落了下风。但尽管旁人都为无名元志捏了一把冷汗，可无名元志自己却是不以为然，他竟依旧一脸的硬气，就好像落了下风的不是他，而是南宫一凡一般。南宫一凡与我楚风兄弟交手，你还不配。若想与他交手，先过了我无名元志这一关。无名元志说完此话，还回过头来对楚风使了个眼色，那个模样就像是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哪里还是那个之前为了逼楚风与他交手而直接动粗的家伙。什么时候我楚风兄弟成你兄弟了？孔田慧问道。就在刚刚，无名元志大声说道。看着这样的无名元志，楚风忽然意识到，无名元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嚣张跋扈不讲理的人，他更像是一个脾气暴躁、耿直过头、比较随心所欲的人。一时间，楚风对无名元志的不爽倒也是减少了许多。当然，这绝对不只是因为无名元志为自己出头，而是因为无名元志的性格其实还挺有趣的。然而，对于无名元志所说的话，南宫一凡却很是不屑地冷哼一声，随后不耐烦的道：“我劝你一句，不要插手这件事。现在从我面前消失，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否则我会让你永远为今日的选择而感到后悔。”想不到你南宫一凡要么不说话，说起话来竟然便是牛皮满天飞，并且还吹得如此自然，这还真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啊！无名元志不甘示弱，讽刺地回道：“该说的我说过了，若质疑找死，我便成全你。”南宫一凡冷漠地说道：“狂妄的家伙，小爷我早就想领教一下你的本事了，今日就让给我看看你到底有着多少本事。”无名元志冷哼一声，随后手腕一转，一把长剑便出现在了手中。此剑为银色，它并未光芒四射，相反尽显古朴。可是这把剑的气息却是锋芒毕露，没有任何人会质疑这把剑的威力，因为那是一把半成尊兵。半成尊兵的出现，使得无名元志战力大涨。但还绝不止如此，亮出半成尊兵的同时，无名元志的身上出现耀眼的光华，那在金色的光华。当那金色光华出现之后，虚空之上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虚影，那是一头金色的雄狮。天赐神力。当天赐神力施展之后，无名元志的修为也是得以提升，从2品尊者提升到了3品尊者的地步。在修为提升之后，无名元志脚步一踏，便化作流光，直奔南宫一凡而去。而面对袭来的无名元志，南宫一凡却是轻哼一声，他的周身也同样释放出耀眼的光华，虚空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战士虚影，这同样是天赐神力。毋庸置疑，南宫一凡的天赐神力使出后，他的修为也同样得到了提升。眨眼间，二人站在了一处，他们没有使用太多的武技，而是硬碰硬的交手。这一次，无名元志与南宫一凡大战足有10个回合，可10个回合之后，无名元志还是被击退。此刻，就连无名元志的脸色也是变得很难看。尽管这一次他是与南宫一凡交战了10个回合之后才被击退，可是他的脸色却非常的不好，因为他很清楚，他的手中可是握着半成尊兵的，而南宫一凡的手中却是空空如也。在半成尊兵的帮助下，他竟然依旧不是南宫一凡的对手，甚至连10个回合之后便被击退。就算他不愿承认，可却也意识到了他与南宫一凡的巨大差距。无名元志，你还是赶紧滚蛋吧，别在这里自取其辱了。我们早就说过，你和南宫一凡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此时，诸天星域的小辈们不仅幸灾乐祸，更是纷纷开口，大声的羞辱无名元志。可就在此时，南宫一凡却是忽然抬手，示意众人住口。而小辈之中，南宫一凡有着绝对的威慑力，所以当他做出这个动作后，诸天星域的小辈们也都是纷纷闭上了嘴巴。可谁曾想，示意自己的伙伴闭嘴之后，向来话少的南宫一凡却是开口了：“我早就知道，祖武星域除了灵狐鸿飞之外，
皆是废物，所以一直以来不屑与你们交手。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南宫一凡讽刺地说道。听得此话，孔慈等人都是目露不爽。毕竟南宫一凡的话，可不仅仅是在羞辱无名元志这么简单，而是在羞辱他们所有人，也包括楚风。无名元志，你还发什么愣呢？对付这种家伙，不要有所保留，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否则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孔慈大声喊道。这是孔慈认识无名元志以来，他第一次这么希望无名元志与人交手，能够赢，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南宫一凡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无名元志就让你见识一下。无名元志说话之间，他的身上便释放出白色的气焰，那气焰似雾似云，出现之后，周遭的武力接受影响，而在这白色气焰的影响下，无名元志的修为再度得到提升，从3品尊者提升到了4品尊者的地步，出现了是云雾之力。看着那白色气焰，祖武星域的许多人兴奋地大喊起来，而不用他人介绍，楚风也能感受得到，此时无名元志的修为能够再度提升，他所使用的手段乃是至宝，但这却不是寻常的至宝，寻常的至宝不可能在尊者境还帮助他提升修为，所以这一定是一件少见的宝贝，是类似于灵狐鸿飞身上那清明魂的至宝。只不过楚风看得出来，灵狐鸿飞与清明魂融合的更为彻底，而无名元志虽然也是能够运用这所谓的云雾之力提升1品修为，可实际上却仍有瑕疵，至少融合的还不够完美，并且楚风还能发现无名元志有些吃力，这说明尽管这云雾之力能够让他提升修为，可同时他却也在承受着不小的代价，而这种种的种种其实都会对无名元志的战力造成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能够在尊者境还可以运用至宝来提升1品修为，这已经是非常了得的事情，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无名元志定然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有意义吗？南宫一凡冷然一笑，随后他的身上忽然出现了暗红色的火焰，火焰立刻变化，化作火焰铠甲，落在了南宫一凡的身上。而此时南宫一凡的修为也是再度提升，如无名元志一样，修为从3品尊者提升到了4品尊者的地步。当那火焰铠甲出现之后，诸天星域那边的小辈们便开始发出欢呼，而祖武星域这边脸色则是变得愤怒和不爽。同样是可以提升修为的至宝，无论是威势还是释放出的表现，南宫一凡都是更胜一筹。但楚风却看得出来，南宫一凡的至宝同样不如灵狐鸿飞那清明魂融合的好。若非要说的话，只能说南宫一凡这至宝的掌握在无名元志之上，但同时也在灵狐鸿飞之下。然而在南宫一凡修为提升之后，无名元志并没有如先前一样直接出手，反而放声大笑。无名元志，你以为我这云雾之力便是我的最终手段了？那你也未免太小瞧我无名元志了。孔慈姑娘让我施展全力，那我就让你有幸成为第一个见识到我这力量的人吧。话到此处，无名元志还将目光投向了诸天星域小辈中的一个人，那个人便乃是北洋洛。这北洋洛可以说是诸天星域小辈中除了南宫一凡外实力较强的一位。每次无名元志挑战南宫一凡，这个北洋洛都会站出来阻挡。不可避免的，无名元志曾与北洋洛交手多次，最终都以平局收手。所以若非要说的话，诸天星域的小辈之中，与无名元志交集最多的，其实便是这个北洋洛。北洋洛，你一直以来都以为我无名元志无法胜你，其实只是我不屑于胜你。今日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无名元志真正的实力。话音落下之际，无名元志的脸色忽然变得极为认真，但是他的双眼却是闭了起来。紧接着，人们可以注意到无名元志的气息开始发生变化，那种感觉就好像无名元志的体内有着一只沉睡的猛兽，而此时那只猛兽就要苏醒了一般。猛然间，无名元志紧闭的双眼睁开，此时他的双眸竟然变成了紫色，准确来说是在他的双眸之中出现了紫色的印记，并且在他的额头之上便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印记，那印记与他双眸中的印记一模一样。当那印记出现之后，以额头为中心，道道纹路便开始出现蔓延，如同纹身一般，很快便覆盖他的全身，但却很有规则性。最重要的是，那紫色纹路竟然散发着淡淡的光华，一眼望去虽然有些古怪，但却也非常的好看。最重要的是，当这紫色纹路出现之后，无名元志的修为竟然再度提升，已是从4品尊者提升到了5品尊者的地步。这个家伙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力量。此时就连那些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诸天星域小辈们也是神色大变，尤其是诸天星域那位曾多次与无名元志交手的北洋洛，因为北洋洛与无名元志交手多次，并且皆是战平，所以对于无名元志的手段不仅他了解，诸天星域的小辈们也都了解。但是眼下无名元志身上的紫色纹路却是他们从未见无名元志施展过的，这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原来无名元志的实力要远远在他之上，也是第一次认识到无名元志的可怕。可怕，当然可怕。要知道无名元志的真实修为只是2品尊者，在天才之中能够在真实修为的基础上提升1品修为，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能够提升2品修为，便唯有最妖孽级的天才能做到。可若是能够提升3品修为，不管是凭借自身的实力还是借助外力，这都是一个让人们感到震惊的事，就连在场这些天才们也同样会为之感到震惊，因为这是这些天才们都根本无法做到的事。